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做酥皮泡芙，个个蓬松酥脆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做酥皮泡芙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一出炉回缩，或者根本膨胀不起来，里面也不是空心的，有时还会出现凹底的现象。大家耐心看完这个视频，相信你也能做出完美的酥皮泡芙。先来制作泡芙的酥皮部分。把面粉过筛，用低筋面粉可以让酥皮更加的酥脆。黄油切成小块，室温软化。如果用微波炉软化的话，千万不要把黄油融化。黄油充分软化之后，倒入过了筛的糖粉，这里不建议用细砂糖来替代，因为细砂糖不容易融化，会让面团有明显的颗粒感。最后加入刚才过筛的面粉，翻拌直到成团，见不到干粉。用2张油纸夹住面团，擀成一个厚度大约2到3毫米的面片，放入冰箱冷冻大约半小时左右。这时可以将烤箱预热到195度。制作泡芙之前，先把面粉过筛。用高筋面粉做出来的泡芙会比较坚挺，低筋做出来的口感会比较蓬松。将泡芙所需要的材料黄油、糖、盐、牛奶和水倒入小锅里，牛奶也可以用水来替代。中火煮滚沸腾，关火之后，要马上倒入过筛的面粉，快速的搅拌。这时开小火继续搅拌1分钟左右。这个面粉糊化的过程非常的关键，如果液体温度不够高，面粉没有得到充分的糊化，做出来的泡芙就不会膨胀得很高。如果用的是普通锅，底部就会有一层这样的薄膜，说明就好了。面团倒入碗里，摊开放凉。成功糊化的面团可以成团不松散，如果过度糊化，面团就会出现油水分离的现象。取2颗小号的室温鸡蛋，大约50到55克左右，鸡蛋液大约90到100克左右。蛋液的用量不是固定的，因为每个面团糊化的程度都不一样，所以吸收蛋液的多少也有一点不同，主要是根据最终面糊的状态来决定。分多次加入鸡蛋液，每次加入鸡蛋液都要搅拌均匀，让面团充分吸收蛋液之后再加入下一次。当蛋液还剩下20克左右的时候，就需要一点点的加入，以免一下子加入太多，导致面糊过稀，就没办法挽救了。而且要务必查看面糊的状态，如果面糊已经可以倒挂，但是很厚重，或者倒三角边缘不光滑，说明面糊还是偏厚。
面糊最佳的状态就是多余的面糊自动掉落之后，是个大约4公分左右的边缘光滑的倒三角形。如果面糊太稀，做出来的泡芙也很容易回缩，而太厚又无法膨胀得开。裱花袋里装一个口径 1.5厘米的裱花嘴，倒入面糊。烤盘上垫上油布，可以很有效地防止凹底的现象发生。面糊的量可以挤19到20个4厘米直径的圆形。取出冷冻的酥皮，切出19到20个4厘米直径的圆形酥皮，盖在面糊上。酥皮如果太厚，会影响泡芙的膨胀；如果太薄，酥皮的表面就会明显的开裂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195度烤制18分钟。烤制期间千万不能打开烤箱，以免泡芙回缩。然后转成170度烤大约8分钟，让表面上色。具体烤制的时间还是要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来调整。出炉后的泡芙个个圆鼓鼓的，非常的饱满，放凉后也不会回缩。切开里面是空心的，表面酥脆，不加馅也超级的好吃。最后做一个超级快手的香草奶油馅儿来取代卡士达酱。卡士达酱的制作视频可以参考视频下方的链接。奶油中加入糖粉和香草精华，打发到奶油出现明显细腻的纹路。举起搅拌头为直立的状态。用小号圆形裱花嘴放入裱花袋里，底部戳一个洞，挤入奶油，直到奶油馅已经充满了整个泡芙。放入奶油馅的泡芙要立即吃，以免泡芙酥皮变软，影响口感。也可以想吃的时候再挤奶油馅。这款酥皮泡芙大人孩子都喜欢，大家可以在家试试，然后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离开前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。